老公車禍離世，拿命換了136萬賠償款，可沒想到他屍骨未寒，小姑子就盯上了這筆買命錢。嫂子，你一個外姓人，早晚要改嫁，這錢憑什麼攥在你手裡？百日祭當天，他當着所有親戚的面撕破偽裝，逼着我把錢交給公婆保管。公婆在一旁連聲附和，字字句句都把我當成了要卷錢跑路的外人。軟磨硬泡不成，他們竟直接帶着借條上門逼債，一口咬定是我老公生前借的。小姑子甚至扬言，要是不還錢，你和孩子就別想安生。趙敏，你別太過分了。我沒跟他們爭一句長短，只是轉身拿回了老公生前留下的東西，而這東西直接將他們的如意算盤徹底打了個稀碎。老公百日祭這天，小姑子趙敏當着全家人的面說：“嫂子，我哥走得急，留下這麼一筆錢，你才30歲，以後的路還很長。外面那些男的，萬一看上你的錢，把你騙了怎麼辦？”我抬起頭看着他，這錢是我老公的命換來的，誰敢騙？趙敏的笑僵了半秒，連忙說她是替我着想，讓我把錢放到公婆那裡，說光吃利息就夠我兒子樂樂上幼兒園的開銷。婆婆手裡攥着紙巾，眼圈紅紅的。聽到趙敏的話，她目光躲閃着不敢看我，低聲說：“我一個人帶着孩子，手裡攥着大筆錢確實不安全。”我看向公公趙國祥，他蹲在墓碑旁抽煙，不吭聲，就是默認。兒子拉了拉我的衣角，我問他怎麼了，他指着火盆裡升起的青煙，問我他爸爸是不是变成烟飞走了。我的喉嚨像是被堵住了，轻声应着，告訴他：“爸爸去天上守護我們了。”他仰着臉：“那姑姑為什麼要拿走爸爸的錢？”這話像一記響亮的耳光，狠狠扇在趙敏臉上。周圍的親戚互相交換了眼神，開始竊竊私語。趙敏的臉色終於變了，她呵斥樂樂，讓他不要亂講大人的事，辯解他是在幫我管錢。樂樂被他嚇到了，往我身後縮了縮，我把他抱進懷裡。趙敏，有話好好說，別嚇到孩子。趙敏索性撕破了偽裝：“嫂子，你別不知好歹，那136萬是我哥的買命錢，你一個外姓人，憑什麼全攥在手裡？”我看着他，就憑我是他妻子，樂樂是他的親兒子。趙敏冷笑了一聲說：“你以後改嫁了，這筆錢還不是要落到外人手裡？”婆婆拉了拉趙敏的袖子，勸她不要再說下去，畢竟當天是她哥的百日祭。趙敏甩開婆婆的手，對我撂下狠話，說這筆錢必須拿出一半給公婆養老，剩下的也要存進公婆名下的定期賬戶。我看着她理直氣壯的臉，只覺得荒謬。丈夫趙衛平屍骨未寒，她的親妹妹已經在算計她的保險金。我平靜地表明態度：“這筆錢是樂樂今後的學費，誰也動不了。”說完，我抱着樂樂朝墓園出口走去，背後傳來趙敏不甘的聲音，說她不是催我改嫁，是替我打算。我抱着樂樂往公交站台走，身後突然傳來趙敏的高跟鞋聲。站住！趙敏高声喊住我，拦在我面前，說她不計較我剛才在親戚面前甩臉子，只想和我說清楚錢的事。我停下腳步，問她想怎麼掰扯。她換了一副苦口婆心的面孔，讓我換位思考，說她哥沒了，公婆就這一個兒子，老了沒人指望。我直白地說，公婆老了該指望她。趙敏被噎了一下，辯解說她遲早要嫁人，不可能讓她公婆養娘家爸媽。我反問，難道她哥用命換來的錢就該全部給爸媽養老嗎？她立刻強調是保管不是拿，假惺惺地說：“我想了個折中方案，這錢呢，你拿36萬當生活費，剩下100萬就放我爸媽那裡。他說100萬存3年，大額存單，利息都有好幾萬，這錢絕對不動，等樂樂上大學了再拿出來。”他很精明，36萬剛好夠我還這套房子的房貸，100萬則落進趙家的口袋。我看着他，這筆存定期的錢要寫誰的名字？他笑着說：“當然是寫我爸的名字，他是長輩，寫他的名字最穩妥。寫了公公的名字，這筆錢就徹底跟我和樂樂沒有關係了。”我問他這是誰的意思，趙敏眼神閃爍了半秒，挺直脖子說：“這是他們一家人商量的。”我笑了笑，商量的時間是賠償金到賬的那天，還是今天早上？趙敏惱羞成怒：“你管什麼時候商量的？反正這錢不能放你手裡，你拿着錢跟野男人跑了，我哥在地下能闭眼嗎？”他連這種話都能說出來。我看着眼前這個妝容精致的女人，這筆錢沒有我的密碼，誰也別想動。說完，我走向剛進站的公交車。趙敏在背後氣急敗壞地喊：“讓我別敬酒不吃吃罚酒。”第二天上午，婆婆來了，她手裡提着2個大塑料袋，裡面裝滿了菜。婆婆擠出一個笑臉，把菜拎進廚房，說她专程來看我和樂樂。我接過她手裡的袋子，婆婆邊脫外套邊說：“昨天看你瘦了，媽心疼，今天特意去菜市場買了你愛吃的排骨，
給你燉個湯補補。排骨湯不是我愛吃的，是魏平愛吃的。我沒拆穿她，向她道了謝。不一會兒，肉香飄滿了整個屋子。婆婆擦乾手，坐在沙發上，把樂樂抱進懷裡。她嘆了口氣，願魏平狠心，拋下一家子人走，留下活着的人受罪。我坐在她對面，沒接話。我知道真正的較量要開始了。果然，婆婆抽了一張紙巾，擦了擦鼻子，讓我別把趙敏說的話往心裡去，說她就是脾氣直。脾氣直，說話不過腦子。我說我沒往心裡去，她鬆了口氣。不過你手裡拿着那麼多錢，確實不安全。我看着她，她的目光閃躲了一下，試探着開口：要不錢先放我這兒。我看着婆婆那張布滿皺紋的臉，昨天趙敏說是一家人商量，我還不信，現在我信。我平靜地看着她，媽，錢在我的卡裡，最安全，誰也偷不走。婆婆愣住，沒料到我會直接拒絕，她的臉色變了变，放下樂樂，站起身，拔高了聲音問我是不是在防着他們。她說她是魏平的親媽，絕不會貪她的錢。我平靜地說，沒覺得他貪這筆錢。婆婆急了，當場翻臉斥我，那你為什麼死攥着不放？我看你就是想带着錢改嫁。我站起来提醒她灶上的湯快溢出来了。婆婆愣了一下，趕忙跑進廚房關火。可排骨湯端上桌，誰也沒喝。沒坐片刻，婆婆就拎起包，径直走到了門口。我送她出去，她回過頭看着我說，她不是不信任我，只是放心不下。我平靜地說，錢都在銀行，很安全。他沒說什麼，只嘆出一口氣。我以為錢的事暫時平息了，直到1周後，公公趙國祥敲開了家門。他穿着一件舊夾克，背挺得很直。進門後，他沒看樂樂，也沒看我，直接走到沙發前坐下。我給他遞了一杯溫水，他沒喝，從夾克的內兜裡掏出一個舊信封，黃色的牛皮紙，邊緣有些磨損。他把信封給我，讓我看看。我心裡湧起一股不好的預感。打開後，裡面是一張借條，借條上寫着經借到趙敏人民幣20萬元整，用於購買房屋首付，承諾於3年內還清。借款人是趙魏平，日期是2020年10月15日。借條的最下方有魏平的簽名，還有一枚紅色的指紋。我盯着那張紙，腦子嗡地響了一聲。字跡是魏平的，那個簽名我看了無數遍，絕不會認錯。日期是6年前，我們準備買這套房子的時候。我抬起頭問公公，這是什麼意思？公公終於抬眼看我了，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魏平借了民女20萬。我捏緊了借條，我不知道這筆錢，買房的首付是我們自己攢的，根本沒有向趙敏借過錢。公公語氣生硬地說，我不知道，不代表這筆借款不存在。他說魏平是心疼我，怕我有壓力才瞞着我借的。我拔高了聲音，不可能，他不可能瞞着我借這麼多錢。公公指着借條反問我上面的字跡和手印難道是假的？我看着那個簽名，字跡確實是真的，但我確信魏平沒有借過這筆錢。趙敏畢業才幾年，他1個月工資6000塊，哪裡來的20萬借給別人？我強迫自己冷靜下來，跟公公說，就算這筆借款是真的，為什麼3年了趙敏從來沒提過，魏平生前也沒說過。公公面不改色的辯解，魏平走得突然來不及告訴我，趙敏是不想讓我們為難。他說現在魏平不在了，這筆錢我要替他還。說白了，他們就是軟的不行，來硬的，貸款不成改要債，100萬要不到，改要20萬。公公站起身，讓我必須把這筆錢還給趙敏，不能讓他寒了心。他轉身走向門口，3天後把錢打到明明卡上。門被用力地關上，我跌坐在沙發上，看着那張借條，手腳冰涼。我走進卧室，翻開魏平的遺物箱，在最底下找到了他那個屏幕碎了一角的舊手機，這裡有他和趙敏這幾年的通信記錄。我坐在地板上，翻遍了手機裡6年前的所有微信聊天記錄、短信、備忘錄，從2020年9月一直查到12月，沒有任何關於20萬的討論，也沒有任何轉賬記錄，連一句道謝的話都沒有。趙敏偽造了借條。我捏着魏平的舊手機，咬緊了牙，約趙敏下午2點在一家咖啡廳見面。他推門進來，拉開椅子坐下。嫂子，想通了，準備把錢還我了。我從包裡拿出那張借條的複印件，推到他面前。這張借條哪兒來的？趙敏瞥了一眼，我哥寫的。我爸不是給你看過了嗎？我盯着他的眼睛。這20萬是轉賬還是現金？趙敏的手指在咖啡杯的邊緣轉了一圈。現金。我逼近一步，你從哪家銀行取的這20萬現金？有沒有記錄？趙敏眼神躲閃了一下，說這是他攢的私房錢，一直放在家裡，沒存銀行。我忍不住笑出聲，反問他1個月工資6000，平時花錢大手大腳，怎麼存的這20万？他骤然提高了音量，我兼職賺的，你管得着嗎？旁邊的客人紛紛看了過來，趙敏一口咬定借條是真的，逼我必須把錢給他。我看着他，告訴他借條上的字確實是他哥的。我說我懷疑借條是他模仿他哥的字跡偽造的。趙敏站起身，臉漲得通紅，斥責我胡說八道，不想還錢就直說。他慌了，被我戳中痛處，我毫不退讓。你哥借錢的時候有沒有第3個人在場？趙敏脫口而出，沒有，就我們倆。我點點頭，把複印件收回包裡。既然你一口咬定是現金，又没有取款記錄，也没有證人，這筆錢我1分都不會給。趙敏氣急敗壞，威脅我要去法院告我。我迎着他的目光，去啊，正好讓法官查查
這張借條到底是怎麼偽造的？赵敏死死盯着我，氣得不行。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银行，讓工作人员帮忙查询丈夫名下的所有账户，在2020年10月前后的流水记錄。键盘敲击声在安静的大厅里显得格外清晰。10分鐘後，工作人员把打印好的流水单递给我，告訴我魏平名下3张卡，3年内没有任何超过5万塊錢的大額進賬戶支出。我問他有沒有20萬的現金存入記錄，他指着流水單給我看，說絕對沒有。從銀行出來，我突然想到昨天翻舊手機聊天記錄時，無意間瞥見了公證處3個字，我的心猛地一跳，立刻打車過去。到了公證處，我報上魏平的名字和身份證號，工作人員查了一下，跟我说他2年前確實在他們這裡立過一份遺囑。他把一份密封的文件袋遞給我，我拆開文件袋，緊張的手指微微發抖。遺囑的內容很簡單。问他偽造20萬的借條，企圖侵占他人財產，夠判幾年？阿峰說起碼3年起步。周末婆婆讓我帶樂樂回去吃頓飯，我知道這是一場鴻門宴。我把裝滿證據的檔案袋裝進包裡，帶着樂樂推開婆婆家門的時候，客廳裡已經坐滿了人，除了婆婆一家，還有二舅。二舅是趙家長輩裡最有威望的，以前在村裡當過10幾年支書，趙家有什麼大事都要請他來定奪。看到我進門，客廳裡的談笑聲戛然而止。趙敏坐在二舅旁邊，眼圈紅紅的，顯然剛哭過。之夏，帶着樂樂坐這邊。婆婆端着菜從廚房出來，低着頭擺碗筷。公公倒了一杯白酒，仰頭喝了一口。飯菜上齊，誰也沒動筷子。二舅敲了敲桌子：“敏敏那20萬借條的事兒，我聽說了。你一個當嫂子的，霸着錢不還，說不過去吧？”我拿出魏平的遺囑，狠狠甩在桌子上。這是魏平的遺囑，他所有的財產都由我來繼承。婆婆一家盯着桌上的遺囑，滿臉的震驚與不敢置信。二舅皺起眉頭，他從上衣口袋裡掏出老花鏡戴上，拿起那份銀行流水單，一個字一個字的看，看了足足2分鐘。客廳裡安靜的只能聽到牆上掛鐘的滴答聲。趙敏的呼吸變得急促起來，她試圖開口向二舅辯解：“閉嘴！這份流水上確實沒有20萬的賬目。”我說明這筆錢根本就不存在，同時把遺囑副本推到了二舅面前，示意他再看看這份遺囑。二舅接過遺囑，當他看到那句他人無權干涉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索要時，臉色徹底變了。他猛地轉頭看向趙敏，厲聲質問他：“這借條到底是怎麼回事？”聲音像打雷一樣震人。趙敏嚇得哆嗦了一下，他支支吾吾說不出完整的話，冷汗順着額頭流了下來。這張借條是不是你哥親手寫的？趙敏還在死撐，只敢承認字是他哥哥的，只是簽在了空白紙上。我冷冷地看着他，點破了他私自打印借條內容的事實。趙敏徹底崩潰了，她突然大哭起來，一把抱住婆婆的胳膊，哭着向婆婆辯解，說她是被我逼得太緊才出此下策。二舅皺起眉頭，他從上衣口袋裡掏出老花鏡戴上，拿起那份銀行流水單，一個字一個字地看，看了足足2分鐘。客廳裡安靜的只能聽到牆上掛鐘的滴答聲。趙敏的呼吸變得急促起來，她試圖開口向二舅辯解：“閉嘴！”二舅厲聲喝止了他，放下流水單，抬頭看向我。他明確告訴我，這份流水上確實沒有20萬的賬目。我說明這筆錢根本就不存在，同時把遺囑副本推到了二舅面前，示意他再看看這份遺囑。二舅接過遺囑，當他看到那句他人無權干涉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索要時，臉色徹底變了。他猛地轉頭看向趙敏，厲聲質問他：“這借條到底是怎麼回事？”聲音像打雷一樣震人。趙敏嚇得哆嗦了一下，他支支吾吾說不出完整的話，冷汗順着額頭流了下來。公公也察覺到了不對勁，猛地站起身，追問這張借條是不是趙敏哥哥親手寫的。趙敏還在死撐，只敢承認字是他哥哥的，只是簽在了空白紙上。我冷冷地看着他，點破了他私自打印借條內容的事實。趙敏徹底崩潰了，她突然大哭起來，一把抱住婆婆的胳膊，哭着向婆婆辯解，說她是被我逼得太緊才出此下策。婆婆愣住了，手裡的筷子掉在地上，她難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女兒，不敢相信她竟然造了假。趙敏歇斯底里的辯解，說自己是為了這個家好，怕我拿着100多萬改嫁，趙家就什麼都沒了，拿回20萬本就是他哥哥的錢。混賬東西！
公公突然暴起，抓起桌上的酒杯，狠狠地砸在地上，玻璃碎片溅了一地。他指着赵敏，气得手指都在发抖，怒斥他对不起生前最疼他的哥哥。魏平供他上大学，给他买东西，刚走他就这么对他的老婆孩子，连造假骗钱的事都干得出来。赵敏嚇得縮在沙發角落裡，不敢出聲。二舅嘆了口氣，摘下老花鏡，他搖着頭感慨家門不幸，站起身說：“這家裡的事他管不了了。明明這丫頭心術不正。”二舅背着手走了。樂樂被剛才砸杯子的聲音嚇哭了。我彎下腰，把樂樂抱起來，把桌上的證據一張張收回包裡，看着眼前的2位老人，告我诉他們，钱我守住了，誰也別想動。我看了趙敏一眼，說明這張偽造借條的事我已經諮詢過律師，詐騙未遂3年起步。今天看在爸媽的面子上，我不報警。我轉身走向門口，他在屋裡哭喊，說他也是怕錢被外人拿走。身後傳來趙敏絕望的哭喊聲：“外人！”我冷笑了一聲，推開門走進了樓道。我抱着樂樂往下走，走到2樓的時候，身後傳來急促的腳步聲，婆婆在身後連聲喊我的名字，讓我等等。她跑得很急，拖鞋在台階上發出啪嗒啪嗒的聲音。我停下腳步，她追上來，一把拉住我的手腕，握着我手腕的時候，她在剧烈的發抖。她喘着粗氣，眼淚順着臉頰往下流，連聲向我道歉，說自己對不起我。我輕聲開口，讓她不必再說下去。婆婆卻不肯停下，哭出了聲，聲音在空曠的樓道裡回盪。她哭着懺悔自己糊塗，信了趙明的鬼話，跟着她一起逼我，罵自己不是人。我看到她花白的頭髮凌亂地貼在額頭上，把手從她手裡抽出來，喊了一聲媽。媽，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開口。我從沒想過改嫁，不是因為我沒人要，是因為魏平走之前在救護車上跟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讓我照顧好你們。婆婆捂住嘴，泣不成聲。我繼續跟她說，我一直把你們當親人，也以為你們同樣把我當親人。婆婆急切地想去抓我的手，連聲說我是親人，永遠是趙家的媳婦。我後退了一步，避開了。但如果您和爸還有趙敏始終覺得我是個隨時會帶着錢跑路的外人，那我明天就帶着樂樂走。這套房子我賣了，錢我一分不少的帶走，你們永遠也別想再見到孫子。婆婆僵在了原地，她的眼神裡充滿了恐懼。她知道我說得出做得到，她連聲哀求讓我不要走。我只告訴她，這件事最終如何都取決於他們。我轉過身繼續往下走，沒有再回頭。3天後，我的手機震動了一下，是趙敏發來的微信，很長的一段話。她在微信裡向我道歉，說借條是她自己鬼迷心竅寫的，當時就是太害怕錢被我拿走，一時糊塗，知道自己錯了，求我原諒她。我把手機扔在沙發上，沒回復。晚上婆婆打來電話，她在電話裡語氣疲憊，告訴我公公把敏敏叫回了家，動了家法，用皮帶抽了她2下，讓她第2天來我家，當着我的面鞠躬道歉。公公是個要面子的人，二舅知道了這事，整個趙氏家族都會知道。公公必須做出個姿態。我看着陽台上正在玩積木的樂樂，告訴婆婆不必麻煩，我不想見趙敏。婆婆還想再說些什麼，被我打斷了。媽，我知道你要說什麼。我讓她替我轉告趙敏3句話。第一，魏平的錢我不會給任何人，這是樂樂的命根子。第二，樂樂永遠是趙家的孫子，只要你們不作妖，我和樂樂會給你們養老送終，該盡的孝我不會少。過年過節我會帶孩子回去，但趙敏在場的時候我不會去。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最後婆婆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我知道了。她在電話裡遲疑了片刻，才開口轉述公公的話，說這個家還輪不到我趙敏說了算，往後再也沒人敢提錢的事。掛了電話，我走到陽台上，夕陽的餘暉灑在樂樂的身上，給她鍍上了一層金色的輪廓。她正在搭一個城堡。媽媽，快看我搭的城堡！樂樂興沖沖地喊我看她搭的城堡，隨即舉起一塊紅色的積木，小心翼翼地放在城堡的最頂端。媽媽，房子搭好了。我蹲下身，親了親樂樂的臉頰，輕聲誇讚她搭的房子很漂亮。是的，房子搭好了，風雨進不來，壞人也進不來。那天晚上，等樂樂睡着後，我一個人坐在客廳的黑暗裡，打開手機，點開那個置頂的永遠不會再有回復的對話框。魏平，錢我守住了，樂樂很好，你放心。屏幕的光照亮了我的臉，沒有眼淚，只有釋然。魏平的周年祭來得比我想象中快。北方的深秋落了第一場霜，墓園裡的松柏覆着一層薄薄的白。我牽着樂樂的手，一步步往魏平的墓碑走。樂樂手裡攥着一幅畫，是他在幼兒園畫的，歪歪扭扭的一家3口，天上飄着雲。他念叨着爸爸在雲裡看着我們。3個月前那場鴻門宴過後，日子總算落了點安穩。我把136萬裡的80萬分成了2份，一份給樂樂存了終身教育金，不到他成年1分都取不出來；另一份買了穩
穩健的國債，利息剛好夠覆蓋我們母子倆的日常開銷，剩下的56萬肇事方賠償金，我單獨開了一張卡存着，沒動過一分。我辭掉了之前經常加班的設計工作，找了家離家近的文創公司做行政，朝9晚5，剛好能接送樂樂上下學。日子慢下來，樂樂臉上的笑多了，夜裡再也不會驚醒着喊爸爸，只是偶爾會抱着我的脖子，小聲問起姑姑為什麼不來看他了。我沒法跟3歲的孩子解釋人心的貪婪，只能摸着他的頭，告訴他姑姑有自己的事要忙。其實我知道趙敏這3個月沒露面，不是真的悔改了。公婆隔3差5會來送些菜和水果，每次提起趙敏，婆婆唉聲嘆氣，說她班也不好好上，天天跟一群朋友出去逛街買東西，被說2句就摔門走。我沒接話。周年祭的儀式很簡單，我把黃紙一張張放進火盆，樂樂蹲在旁邊，把畫輕輕放在火邊，小聲跟他爸爸說着幼兒園裡的事。公婆站在一旁，婆婆紅着眼圈抹眼淚，公公依舊是那副沉默的樣子，只是背比去年更駝了些，全程沒有趙敏的影子。直到我們收拾完東西往墓園外走，才在門口撞見了他。他比3個月前憔悴了很多，看見我們，他眼神躲閃了一下，硬着頭皮走了過來，目光落在我身上，又飛快地移開。他對着公婆低聲打了招呼，全程沒敢叫我。婆婆看見他，當場就來了氣，質問他連親哥的周年祭都遲到，到底還知不知道來？趙敏含糊着找了有事耽誤的借口，眼睛偷偷瞟了我一眼，嘴唇動了動，最終還是沒說出話，轉身跟着公婆往停車場走。我牽着樂樂跟在後面，心裡清楚，他這副樣子絕對不是單純來祭拜魏平的，該來的終究還是躲不掉。果然，周年祭過後的第3天，婆婆一大早敲開了我家的門，她手裡沒提菜，空着手進來，剛坐下，眼淚就掉了下來。樂樂還沒去幼兒園，看見奶奶哭，趕緊跑去拿了紙巾，踮着腳遞給她。婆婆接過紙巾，一把抱住樂樂，哭得更凶。她鬆開樂樂，抬起通紅的眼睛看着我，膝蓋微微往前傾，像是要給我跪下，哭着求我救救趙敏，說再晚就來不及了。我心裡咯噔一下，給她倒了杯溫水放在她面前，讓她先別急，慢慢說出了什麼事。婆婆抖着聲音告訴我，趙敏欠了錢，前幾天催債的找上門，堵在家門口罵，說再不還錢就去法院告他，還要去他單位鬧，讓他丟了工作。我皺起眉，原以為他只是好吃懶做，沒想到竟然敢碰網貸。我開口問他，趙敏到底欠了多少？婆婆捂住臉泣不成聲，說連本帶利46萬，她和公公把養老的10萬塊錢都拿出來了，又找親戚借了6萬，還差30萬。她抓着我的手，手心全是冷汗，求我從賠償金裡先拿30萬出來救救趙敏，就當是她借的，以後她和公公每個月的養老金都給我，慢慢還。我抽回手，心裡說不上是什麼滋味，意料之中又覺得無比荒謬。我看着她，聲音很平靜，提起當初趙敏偽造借条騙錢的时候，根本沒想過我和樂樂的處境。我告訴她，趙敏當初為了拿到錢，連3歲的孩子都能拿來當靶子，現在闖了禍，沒道理用魏平的命錢來填窟窿。媽，這筆錢我不能給。婆婆的臉瞬間白了，她看着我，眼神裡的哀求慢慢變成了失望，質問我就真的這麼狠心？我告訴她，不是我狠心，是趙敏自己選的路。婆婆哭着離開，出門的時候，她回頭看了我一眼，我知道她心裡的那點愧疚，終究還是抵不過對女兒的偏袒。我以為這事到這裡就告一段落，沒想到真正的風暴才剛剛開始。2天後，我正在公司上班，突然接到了幼兒園老師的電話，聲音裡滿是慌張，讓我趕緊去一趟幼兒園，說門口有幾個陌生男人一直在問樂樂在哪個班，說要找我，他們已經把保安叫過來了。我的腦子嗡的一聲，渾身的血瞬間涼了，抓起包就往外衝。我打車往幼兒園趕，一路上手都在抖，腦子裡全是樂樂的臉。趙敏竟然能惡毒到這個地步，把主意打到了樂樂身上。等我趕到幼兒園門口，果然站着3個紋身的男人，嘴裡叼着煙，正跟保安吵吵嚷嚷。我衝過去，擋在幼兒園門口，拿出手機就要報警。那幾個人看見我，立馬圍了上來，一口咬定我就是林之夏，說趙敏欠了他們的錢，還說我是他嫂子，手裡有錢，這錢該我還。我死死盯着他們，明確告訴他們，我跟趙敏沒有任何關係，他欠的錢該找他自己要。那幾個人對視了一眼，大概是沒想到我態度這麼硬，嘴裡罵罵咧咧的，卻也沒敢再往前。剛好附近巡邏的警車路過，他們看見警車，立馬灰溜溜的走。我腿一軟，差點跌在地上。老師抱着樂樂跑出來，樂樂看見我，哇的一聲就哭了，撲過來緊緊抱住我的脖子，渾身都在抖。那天我給樂樂請了假，抱着他回了家。關上門的那一刻，我所有的強撐都垮了。我抱着樂樂坐在沙發上，眼淚止不住的往下掉。晚上公公婆婆來了，他們一進門就給我鞠了一躬。婆婆哭着跟我道歉，說是她沒教好女兒，是趙敏把我的住址、樂樂的幼兒園信息全都給了催債公司，還跟催債的說我手裡有100多萬，找我要肯定能要到。公公的聲音沙哑，頭髮又白了大半，跟我道歉，說這事他們一定給我個交代。他們走後，我以為他們會管教趙敏，沒想到我等來的是法院的傳票。1周後，快遞員送來了法院的文件，
我拆開一看，渾身的血液都凍住了。原告是公公趙國祥，婆婆劉桂蘭，被告是我。訴訟請求是依法分割趙衛平的死亡賠償金，判令我向二原告支付應得份額35萬元。據狀人那裡簽着公公婆婆的名字，按了鮮紅的手印，旁邊還附了一張追加原告申請書，申請人是趙敏，他要求以趙衛平近親屬的身份參與分割死亡賠償金。我坐在地板上看着那張傳票，笑了，笑着笑着，眼淚就流了下來。我以為他們至少還有點底線，沒想到為了給趙敏填窟窿，他們竟然真的能做到這個地步。去年他們跟着趙敏逼我交保險金，今年他們直接把我告上了法庭，要搶走樂樂的救命錢。我給律師朋友劉峰打了電話，把傳票拍給他看，他看完沉默了半天，跟我說之前就跟我提過，這筆錢裡意外險的80萬，衛平立了遺囑，指定了我和樂樂當受益人，他們一分都拿不走，但剩下的56萬肇事方死亡賠償金是給近親屬的。公婆作為衛平的父母，確實有資格要求分割。我開口問他，趙敏有沒有資格分這筆錢？劉峰告訴我，趙敏是妹妹，屬於第2順序繼承人，有配偶、子女、父母在，她沒資格分，法院不會支持她的追加申請。他頓了頓，讓我做好準備，說公婆這邊法院大概率會判分給他們一部分，只是多少的問題。掛了電話，我看着熟睡的樂樂，一夜沒睡。我不是怕打官司，我是寒心。衛平走了1年，我守着孩子，守着對他的承諾，逢年過節帶着樂樂去看公婆，該盡的孝1分沒少。可在他們心裡，我終究還是個外人，永遠比不上那個闖了禍的女兒。開庭那天，法庭裡很安靜，我坐在被告席上，看着原告席上的公公婆婆，還有坐在旁邊代理人位置上的趙敏，只覺得陌生。婆婆全程不敢看我，低着頭，手指不停地攪着衣角。公公坐在那裡，臉繃得緊緊的，眼神渾濁。只有趙敏時不时回頭看我一眼，眼神裡帶着一絲得意，好像他已經贏了。庭審開始，對方律師念完訴訟請求，趙敏就迫不及待地站起來，對着法官開口，一口咬定我拿着100多萬的賠償金馬上就要改嫁，說我要是改嫁了，他爸媽養老和侄子以後的生活都沒保障，還說這錢必須分給他爸媽，由他們保管才安全。他越說越激动，甚至拿出一疊照片遞到法官面前，說那是我跟別的男人約會的照片，說我已經找好下家了，這錢絕對不能放在我手裡。我看着那些照片，氣得渾身發抖。那是我公司的男同事，我們一起去給客戶送文件，在樓下說了2句話就被他偷拍了，還惡意裁剪成了所謂的約會照。劉峰立馬站起來反駁說，原告方提交的照片與本案無關，且涉嫌故意重傷我。他還說我作為死者的配偶，是孩子的法定監護人，對孩子的財產有法定的保管義務。反觀原告趙敏，此前曾偽造死者借條，企圖侵占我與孩子的財產，甚至將未成年人的個人信息洩露給催收人員，嚴重威脅到孩子的人身安全，主觀惡意明顯，其陳述不具備任何可信度。他接着拿出了銀行流水公證處的遺囑、趙敏和催收人員的聊天記錄、幼兒園的情況說明，一樣樣擺在法官面前。本案涉及的136萬元以及相關的證據，其中80萬元為死者生前購買的意外險理賠金，遺囑中明確指定由我及婚生子趙樂樂繼承，二原告無權分割。剩余56萬元為死亡賠償金，其中包含了趙樂樂的被養人生活費22萬元，該部分應專屬趙樂樂所有。剩餘34萬元應根據與死者的生活緊密程度、依賴程度進行分割。他繼續陳述說，我與死者生前共同生活，育有一子，年僅3歲，無獨立生活能力，對死者的依賴程度最高。而原告均有退休金，有獨立的生活來源，且另有一女趙敏承擔贍養義務，對死者的依賴程度較低。更重要的是，2位原告此次起訴根本目的並非為了養老，而是為了替其女兒趙敏償還巨額賭債及網貸。若將款項判給原告，必將被趙敏全部揮霍，無法實現死亡賠償金的養老目的。劉峰的話音落下，法庭裡一片安靜。我看向婆婆，她猛地抬起頭，看向趙敏，聲音抖得厲害，質問她欠的不是網貸嗎？怎麼還有賭債？趙敏的臉瞬間白了，眼神躲閃，連忙跟婆婆辯解，說沒有的事，讓她別聽劉峰胡說。劉峰立馬拿出了另一份證據，當眾點趙敏近半年的銀行流水，有多筆轉賬進入境外賭博網站賬戶，累計金額超過30萬元。她所謂的網貸欠款，根本就是賭輸了錢借的高利貸。全場嘩然。婆婆看着趙敏，眼睛裡滿是不敢置信，質問她明明說欠的錢是買東西花了嗎？怎麼是去賭了呢？趙敏慌了，对着婆婆語無倫次的想要辯解。公公猛地站起來，一巴掌甩在了趙敏臉上，清脆的巴掌聲在法庭裡回盪。趙敏捂着臉愣在原地，不敢出聲。婆婆突然哭了起來，對着法官說，他們不告了，要撤訴，這錢他們不要了，還哭着說對不起兒子，對不起孫子。她轉過頭看着我，眼淚止不住的流，連聲跟我道歉，說她錯了，被趙敏騙了，不該鬼迷心竅告我，對不起我和樂樂。庭審最終以原告方申請撤訴結束。走出法院的時候，天陰沉沉的，下着小雨。公公婆婆站在法院门口，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公公的聲音带着哭腔跟我道歉，說是他們老两口糊涂，養出了這麼個東西，
以後再也不会管趙敏的事，也绝不会再打这筆錢的主意。趙敏跟在後面，捂着臉沒敢看我，灰溜溜的走。但經過這件事，公婆徹底和趙敏劃清了界限。他們換了家裡的門鎖，跟趙敏說，以後她的事他們再也不會管了，是死是活都跟他們沒關係。趙敏沒了父母的幫襯，催債的天天找她，她只能辭了工作，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沒回過這個城市。日子終於徹底平靜了下來。年底，我帶着樂樂回公婆家過年，婆婆做了一桌子我和樂樂愛吃的菜。飯桌上，公公端起酒杯，對着魏平的照片，紅着眼圈開口跟她道歉，說自己對不起她，還跟她保證，以後她和婆婆一定護着我和樂樂，再也不會讓我們受委屈了。樂樂拿着飲料碰了碰我的杯子，奶聲奶氣地問我，過年了，他爸爸在天上也會開心的，對不對？我摸了摸他的頭，笑着點了點頭。晚上等樂樂睡着，我坐在客廳裡，點開了和魏平的聊天框，敲下了一行字，發送了出去。魏平，年過完了，樂樂很好，爸媽也很好，我們的家我守住了，你放心。窗外的雪還在下，落在陽台上，安安靜靜的。我知道往後的日子再也沒有風雨能闖進來，再也沒有壞人能傷害我和樂樂了。開春後，北方的風終於褪去了寒意，清晨的陽光透過窗簾縫，輕輕落在樂樂的小臉上。我輕手輕腳走進廚房，準備一家3口的早餐。鍋裡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熱氣，飄出淡淡的谷物清香。樂樂揉着惺忪的睡眼跑出來，小腳丫踩在木地板上，發出嗒嗒的輕快聲響，隨即湊到廚房門口，說自己聞到了粥的香味。我回頭揉了揉他軟乎乎的頭髮，示意他先去洗漱。他踮着腳夠到專屬的小凳子，認認真真搓着小手。早餐擺上桌，是小米粥、蒸水蛋和他最愛的奶黃包。樂樂拿起小勺子小口吃着，腮幫子鼓得像小倉鼠，還認真地誇讚我做的飯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我看着他滿足的模樣，心裡裹着滿滿的安穩。吃完早餐，我幫他背上恐龍圖案的小書包，牽起他溫熱的小手，慢慢走出家門。小區裡的玉蘭花全開了，粉白的花瓣落了一地。樂樂蹲下身，小心翼翼撿起最完整的一片花瓣，說要送給爸爸，讓爸爸也聞聞花香。我蹲下來幫他理了理歪掉的衣領，輕聲應下。走到幼兒園門口，老師笑着朝我們揮手。樂樂掙開我的手，又回頭跑回來抱了抱我，叮囑我下午一定要早點去接他。我點頭答應，看着他蹦蹦跳跳跑進教室才轉身。上班的路上，春風拂過臉頰，心裡沒有一絲煩擾。工作間隙，我翻看手機裡樂樂的照片，嘴角不自覺上揚。下班鈴聲一響，我立刻收拾東西趕往幼兒園。樂樂早已背着書包等在門口，看見我就飛奔過來，開心地說自己今天又得了小紅花。我蹲下來緊緊抱住他，狠狠誇他是最棒的小朋友。回家的路上，我們路過便利店，買了一根草莓棒棒糖。樂樂舔着棒棒糖，嘰嘰喳喳跟我講起幼兒園的趣事，說起小朋友搭的超高積木，老師教的新兒歌，還有魚缸裡搖着尾巴游來游去的小金魚。我認真聽着，時不時輕聲回應。晚飯是清炒時蔬和番茄牛腩，樂樂吃了滿滿一大碗飯。飯後，我們一起收拾餐桌，樂樂主動幫我遞抹布，小小的身影忙前忙後，像個能幹的小大人。收拾完，我陪他坐在地毯上讀繪本，繪本裡小熊和爸爸去放风筝的情節，讓他聽得格外認真。他抬頭問我，明天能不能也去放風筝？我笑着答應，說明天周末我們就去公園放最大的風筝。他開心地拍起小手，眼睛彎成了甜甜的小月牙。窗外的夜色溫柔，家裡的燈光暖黃又明亮。我守着樂樂，守着這個家，日子慢慢向前走。樂樂在慢慢長大，懂事又可愛，溫柔又善良。我看着他，心裡滿是踏實與心安。魏平留下的愛，一直穩穩護着我們母子倆。往後的歲歲年年，我們都會平安喜樂，歲歲無憂。